各位朋友，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我是美国蓝魔律师邓宏，让我们知法守法，据理力争。今天呢，没想到国会参议院加班加点，经过这个2天的讨论，终于投票通过了这个大而美的预算案。当然，这个参议院通过之后也会转到众议院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之中的话，待会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子里边的差别是什么。不过首先我们可以看的是看一下子今天投票里边的话，就是出现了50比50票，然后我们的这个副总统万斯他作为副总统，他也是参议院的议长他在这个50比50的时候，他到场里边投票了，有3名共和党的议员投了反对票其中 Ron Paul 他认为参议院的预算案里边有2个他是不能够接受的。首先他将这个将来10年我们美国的预算会增加到 3.5 兆这部分里边他认为这个我们不能够举债过日子，不能够继续付这个借债了。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参议院的预算案里边也将国债的这个封顶这部分的话这个 ceiling 这个限额提升到5兆，这点的话他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他觉得我们的预算还是太大方了，所以的话他反对。当然另外2名参议员他们的立场却恰恰相反这名叫来自北卡州的Tom Tillis他自己这个州里边有很多医院乡下医院都是靠这个联邦医疗健保的这个补助保险减少并且裁减的话会很厉害，而导致很多地方医院都出现这个会关闭会影响到选民。他说我很难回到我们的州里边去向66万的居民交代。另外的话，这个来自Maine 州的 Susan Collins 这位在一个民主党里边这个民主党选民比较多的州里边，他也表示我回去以后没办法跟选民交代，因为这个食物券还有这个健保的减少会我会投反对票，砍得太厉害了。所以这3名共和党议员投了反对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这个只好 Ron Paul 的话他也坚持反对万斯他已经表示，他说对美国来说这位预算案非要通过不可，因为这个预算案如果不通过，我们所有的美国民众加税会增加到68%，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万斯亲自到场以后通过了。当然按照这个程序里边通过了之后下面这个部分就会转交给这个国会众议院。众议院已经在5月份的时候已经通过了，但是参议院有很多的改变这种情形他们首先必须要经过这个规则委员会 Rule Committee 通过之后会做一些修正之后的话，才让大家全体的这个国会众议员458名来进行投票要拿到218这个1票才能够通过所以针对这个部分里边要多数票才能通过Ron Johnson Mike Johnson他现在要怎么样子能够得到大多数人数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毕竟川普说我希望7月4号能够签署这个预算案在这个离这个7月4号只有2天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Mike Johnson 要说服党内人士要投票的话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可以看得出在2个预算案里边参议院的跟众议院的有很大的区别有9大的区别。首先我们可以看的是，首先的话是在儿童税收抵免这部分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美国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小孩，为了鼓励民众生小孩，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每生一个小孩子，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获取到2500块钱的这个抵税额。当然在参议院里边它是通过的话是2000块钱，这2000块钱，但是的话，在这个前提，每一年可以按照这个通货膨胀的指数来调整所以这个部分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在 Medicaid 这个部分 ，Medicaid在美国这个分成2个体制，一个的话是奥巴马这个全民健保像这个部分民主党的州，加州很多州里面都通过的话就是全民健保将 Medicaid 这部分当成这个全民健保的一部分了但是有很多州他们不推动全民健保所以在参议院的版本这部分他基本上的话 Medicaid 砍得很狠，他说我们这个联邦政府不提供全民健保，并且的话，如果是贫困线以上的这个部分的话，在超过100%以上，他们必须要付 copay， 并且要拿到这个联邦补助健保的话，这个是补助的，你必须如果你没有小孩子，又是成年人没有任何这个残障的话可以工作，你必须每个月要工作80个小时才有资格申请到这个才能够申请联邦的医疗补助，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砍得很狠这个而在众议院里边，他并没有这个每个月要工作80个小时还在贫困线之下才能够获取到这个 Medicaid并且这项的话，他说他在里边为了担心州政府私自增加税，所以在联邦参议院砍得够狠的情况之下他并且规定这个2个规定的话其中有一个规定是被这个参议院的裁判官认为不应该放在这个预算案里边，就是这个非法移民的话，这个健保的话是不能够得到联邦补助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他说这个要拿下来以后现在能够做的话，就是地方政府不能够征收税，所以的话，如果你自己要补助这个减少这个要减少这个人数的话如果你自己要扩大人数，那你自己州政府、地方政府要想办法从其他的经费拿，不能够加税。所以这个部分 Medicaid 这部分参议院砍得比较狠，所以为什么回到众议院可能的话，这部分有很多，尤其是这个在乡下的地方Medicaid 砍得狠，人数不够医院医生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食物券这部分，食物券这部分在这个现在联邦政府基本上是付80%，透过农业部以后州政府付20%这种方法来帮助低收入人士提供必要的食物券这种食物券在这个国会这个众议院里面它是将所有的这些福利的话这个要全部由州政府还有地方政府来负责了那这个部分里边而在参议院里边的话，它并没有这方面的限制所以他认为的话，这条条款的话，他们没有通过，所以这个部分回到众议院里面很有可能要不要拿掉，所以它这个食物券这部分的话会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参议院并没有这个不能够转移给州政府，但是众议院坚持要转回给州政府来负担这个方面小费超时这个小费免税，超时工作这个免征税，还有老人家的福利这个不收税这部分国会
这个众议院里边它没有限制你多少小费都可以免税，以后超时的工作这个不征税也是一样没有限制，以后这个而在参议院里边这个法规做了修正如果是小费还有超时这部分的话单身的最高不能够超过15000这个在12500块钱以内单身的，如果是夫妻俩的2个人的小费不能够超过25000块钱，所以的话这个这上面都做了一个这个限制，不能够无限制的这个免税了在头25000夫妻俩的话是可以这个免税的，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做了一限制。对老人家这部分，如果是65岁，他们的收入，我们一般的话免税额里边的话，自己投35000的话不用征税的这个部分的话，对年长者以后这个给了这个参议院是给6000块钱额外的免税额以后众议院只提供4000块钱，所以这个部分还要做一些磨合所以的话这个那还有一个的话是地方税，我在很多州我们尤其像加州都是属于万税的地方，我们州收了税但是有很多州的话是不收税不需要付州税的，所以很多人搬到德州、佛罗里达州田纳西州因为这些州的话没有州税，但是有州税的州的话，付完这个钱。州税的钱能不能抵税这个部分川普在2017年上台的时候取消了这个SALT 这个州税的抵税不能够抵税了现在在众议院提议的话是4万块钱，而参议院只有1万块钱，所以这个部分里边也有这个磨合这个部分的话也是一样这个究竟是4万块钱的抵税额，或者是只是1万块钱呢？所以这部分的话，现在还要进行讨论磨合才行的一部分小的地方磨合的话，投票应该是没有问题，不需要再返回给参议院再度投票。但是如果是相差太大的情况之下这种情形，那又要回到参议院进行这个协商讨论，再度投票所以还有的话就是这个川普认为拜登政府所推动的这个绿能都是一个骗局，所以的话给每个家庭7500的这个绿能抵税额，还有很多这个 project 免税的部分的话都全部要取消掉。在众议院的版本是这个全部取消，一刀切。以后这个从2026年开始，所有的这个抵税都全部取消。但是在参议院里边通过的，基本上它有分歧一样子7500是到年底到结束了。但是的话，有风能、太阳能这部分的话这个生产商以后你是企业的部分可以继续维持到2026年在逐渐在2年之内取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这个对很多已经投资下来的企业来说可以松一口气了。当然还有商业税这部分在众议院里面他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减税这众议院的版本的话，这个对企业的投资研发经费这些减税额的话可以抵税全部抵税减免的话10年但是在参议院里边它将这个是变成永久性，所以时间更长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减税的重大的区别。还有一个话削减这个联邦权力的部分，众议院他提案他说联邦法官要说这个被告里边在庭上要罚他的钱，那这个原告必须要向法院递交一个保证金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法官才能够这个因为双方藐视法庭而付出罚款。这个部分这个最重要
是这个让联邦法官的那个权力减少在这个众议院通过了，但是参议院裁判员说这个不算预算案，所以这部分的话，在众议院的预算案里边也要取消掉才能够获得通过当然刚才讲过就是这个债务的上限，债务上限在众议院它是给了4兆参议院的话提高到5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国债最高可以发到这个5兆，有1兆之差，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参众两院的话也要经过磨合才能够通过这个预算案的。当然这个预算案里边的话也这个能不能在2天之内解决这9大的分歧，所以需要一定的这个智慧。我相信 Mike Johnson 还有川普总统将来这2天会很忙，想办法赶在7月4号之前的话，通过这个规章委员会以后通过了，因为规章委员会这个发现有几位都是这个自由党团保守派的。包括德州的 Chip Royce 这个是不希望政府花钱的人他掌控了这个 Ruling Committee 这个 Ruling Committee 没有通过的话，那所有的大家议员都不会投票，所以话将来这1-2天就是要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将这个预算案能够不要太多做太大的修正，因为太大的修正的情况之下，又要回到参议院进行再度的投票磨合才行了当然这个在里边最重要一点，从参议院所通过的版本里边没有争议性的话，就是国防还有移民的预算这方面的话，并没有在参众两院的版本有太大的这个差距。在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今天 AILA 的话，他有发表了一个文章，他说2025年的预算案里边的话，会造成2方面，一方面对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这个部分将会投进1500亿的资金这1500亿的资金我们可以看得出其中这个有这个470亿是470亿的资金是用来建造边境的围墙，还有70亿是要雇佣更多的边防人员，还有购买车辆，还有50亿是要这个建造更多的边界设施，包括检查站其中有450万是要建造这个移民局拘留中心还有增加很多这方面的收费在里边收费这个里边可以看得出移民局的收费从庇护申请现在的不用钱会增加到1000块钱还有公卡的申请还有每一次延期现在这个新的预算案里面都讲过，公卡最多是6个月，以后每一次 renew 都要这个都要花550块钱这部分，而这些钱不是一部分是用在移民局，而大部分是给 DOT 就是财务部来管理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申请所谓的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这个临时的假释这些不管各种各样的收费尤其是你要申请亲属移民这种情形的话，将来这个费用这个担保费用现在是不用钱了，将来的话担保一个小孩子来移民到美国，费用会增加到8500块钱还有所有的这个非移民签证这部分的话，以前是这个不收费，现在的话是收250块钱，还有入境这个入境卡 I94 卡又会从6块钱提高到24块钱连抽签移民，你要登记成为抽签移民，要抽签的话，你要先付
250块钱，抽签到了以后你要办这个手续，申请手续从现在的330块钱增加到400块钱，以后还有各种移民局的费用，增加的话基本上可以说是5倍到10倍，所以其中大部分的移民规费增加都会交给这个财务部，这部分呢可以看得出移民律师工会已经表示，他说这个部分的话会导致这个移民会变成一个非常昂贵的这个手续了。以前的工卡都是一次申请2年，现在的话每半年要申请一次工卡，每一次申请要550块钱，并且以前还有很多你经济原因没有能力来付钱的这种情形的话，你可以申请 waiver 豁免但是现在所有的豁免全都没有了你没有钱，那你申请不了这些这个工卡所以这个部分是做出了这部分参众两院都没有分歧，所以话很有可能这个将来这个预算案通过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出移民局的申请移民规费会增加了。川普今天到了佛罗里达州里边去里边他是跟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迪桑德斯又见面了，这个曾经这个跟川普这个成为竞争对手的以后现在也是一起来推动要在佛罗里达建造一个移民局的居留中心这个移民局的居留中心今天川普来的时候他非常喜欢，为什么？他是建造一个到处都是鳄鱼的这个沼泽地，所以它里边的话他现在在上台的时候，他已经要重新修复这个在湾区天禧岛这个叫做 Alcatraz 这个联邦监狱，这个孤岛里边要恢复变成一个关押犯人的这个监狱，而现在他在佛罗里达州在沼泽地区到处都是这个鳄鱼这种情形呢，川普说他在参观的时候他说我相信非法这些关押的人是不会溜走，因为这个外面这个等着他的都是这个鳄鱼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他会变成一个专门关押有犯罪记录准备要驱逐的这些非法移民。当然今天的话有一个消息也是对这个将来选举会有很大的意义的，就是这个川普政府在过去5个月之内迅速建立了一个美国公民资料库这篇报道里边提到这个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还有政府效能部合并了2个重大的数据，一个就是移民局的这个入籍这个数据，还有我们的社会安全这个局的数据，这2个数据的汇合最重要一点的话就是知道谁是美国公民，因为社安卡我们公卡里边就有一个我们的社安卡号码，就知道我们是否在美国出生，是否是规划成为美国公民的是否可以工作的，这个社安卡很重要当然移民局里边的话这个公民申请资料库也很重要，当然这个资料库的建立会影响到2026年还有以后的选举，就是因为川普政府要规定将来的话所有的这个选民的资料库选务部必须要跟联邦政府的资料库进行比对查核这个申请投票的人士是否有在资料库里边，没有资料库的情况之下就有可能这个人是不符合资格这个投票的，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这个资料库这个在今天消息已经传出来，已经完全建立成功了。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马斯克针对这个川普的预算案他在 Twitter 里边他已经表示，他说预算案里边的话就是像都是充满了猪肉，都是让这些议员拿钱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所以他说如果预算案通过，他将会成立一个新党
这个新党里边的话，这个部分当然这个川普是希望这个预算案能够通过的马斯克已经表示像Tom Murphy 还有很多投票反对预算案的人士，马斯克表示他会花钱来支持，让他们竞选连任。当然川普针对马斯克这种威胁的话，并没有这个退让，他马上在他的这个 Truth Social 里边发表文章，他说你马斯克这个就是很生气，就是因为我取消了你的那个这个拜登时代的绿灯补助这种部分的话，你的电车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的话你现在威胁我们这想办法阻止预算案通过，其实就是你是为了自己利益的，并且你的电车，还有你现在发射的卫星还有各种这些生产的话，都是靠我们美国政府的帮助的。如果我们没有美国政府这部分的话，那你根本这个就是要关门了，并且要打包回南非了。所以这部分的话，他说，如果你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那我只能是要政府效能部来审查你的政府合约了。所以这个部分他说，我检查你的合约，我一定可以可以替我们美国政府省下更多的钱。所以这一部分里边的话，矛盾越来越激烈了。我们知道的话，这个之前曾经因为马斯克反对川普的大而美的预算案已经这个讲过已经翻了脸了。马斯克当时在上个月的时候已经表示这个 Jeffrey Epstein 这个以这个档案资料里边的话有川普有牵涉到这种性丑闻的事情所以 FBI 没有公布，他要求 FBI 公布这个档案资料。当然川普的话对这位曾经支持他的一个盟友这样子翻脸的话非常生气当然他后来因为忙于这个中东问题，还有这个没有不理会马斯克。马斯克也透过他的父亲，也透过 JD Vance 还有好几个朋友都后来这个撤回了对这个对川普不利的这些攻击性的推文。不过现在预算案通过的参议院在这个现在马斯克又发飙了他自己这个在为了支持川普，他砸下了3亿的资金他也是表示，如果是川普预算案通过之后，他很有可能拿钱出来再成立一个新的党来对付共和党，或者是甚至对付川普。针对这部分里边的话，我相信川普还是不会理会马斯克的威胁当然很多媒体在这场纷争里边的话，也故意挑拨川普跟马斯克之间的矛盾在将来我相信的话这个一山不容两虎，以后在很多媒体采访的时候，大家都问起来就像上次这个我去Vivet 一个活动，在上个礼拜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就问到 Vivet 的私下透露，他说是我将这个马斯克介绍给川普的。其实我在白宫亲自观察过这个马斯克跟川普之间里面的话，这个他提到一个企业只能有一个 CEO， 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总统。当然的话，他说他们2位都是非常优秀的领袖但只是不同样的领域而已这个部分民众是选出了川普作为总统马斯克作为他用这个他自己经营了 Tesla， 还有这些的话，他应该回到他原来的工作里边去所以这个2个个性都是非常这个好强的人士在一起的话就没有办法工作。我们希望呢这个部分的话，起码能够和平相处，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才对美国有利当然今天川普政府正式宣布会冻结这个加州的这个经费，全美国的教育经费川普说有很多经费是用在非法移民身上，并且总统已经颁布行政命令，联邦的经费不能够用在非法移民身上估计在加州有6亿多的资金是用在非法移民身上，因为加州的教育系统透过成人学校，透过社区学院，透过
州立大学还有加州大学免费这个给了非法移民这个补助，这个部分的话，川普政府他现在已经暂停了所有的教育部的经费估计加州的话受的影响会很大，大概有8亿1100万是用在加州这个身上的当然这个部分有可能将来加州的政策开始改变了，联邦政府才能够开始重新这个发放经费给加州当然加州现在出现了100多亿的赤字，这种情况之下，现在加州大学也正在调整来节省开支因为在州立大学他们用的话是 semester， 一年有2个学期但是很多州立学校用的是 quarter 这个 quarter 里边的话基本上一年这个有这个春夏秋冬4个 quarter 4个季节summer 的话不一定要上课大家可以选择不上课，也可以选择上课但是在 quarter system 里边基本上是10个星期的课，而 semester 学期制的话是15个星期的课程，所以在目前为了省钱UC 系统可能会全部学校要恢复这个 semester 这个制度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加州政府今天也一定要推动建造房屋，但是这个还有4000多家房子要重建，在经过大火之后，但是要所有的重建都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环保是规定今天的话，这个州议会通过了，州长也终于通过的话，就是豁免大部分的新的建筑项目不需要透过环保评估报告，这个部分来源对加州建造新的住宅会有好处。不过的说，因为利率非常高，还有这个物价建筑材料的上涨虽然环保法规这个已经取消掉，但是的话要建造新的房子还这个可能也是比以前更加贵了。7月1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期，因为每一年新的法规往往有2个生效的日期，一个的话是1月1号有2/3都是1月1号开始生效有1/3的新法是在7月1号开始生效的今天生效的话有几个法规，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子。当然这部分的话这个 CARE 法庭这个爱心法庭这部分的话正式开始启用了。就是针对这个部分，有很多吸毒人士、神经病人士他们不知道自己怎么管理，或者加州在2022年的时候通过一个爱心法庭，然后法院、警察还有家人可以强迫当事人经历了这个爱心法庭不要让他们关在牢里边去，但是强迫他们必须要看医生来治病。所以这个爱心法庭里边的话开始正式生效。所以民众的话，亲友如果是发现自己的亲友朋友这个自己认为没有病，其实是有病的，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跟警察还有这个社工这个来联络来开始让他们强迫当事人的话经过这个爱心法庭得到必要的治疗了。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在酒吧里边经常会有很多人去喝酒我们之前也看到几个案例，包括在 Santa Monica 有一位华裔带的朋友到餐馆里边去喝酒没想到这个他的朋友上洗手间的时候他拿出了一个好像是药的东西放到这个饮料里边去，后来被别人拍到，后来这位人士的话被指控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从7月1号开始所有拿酒牌的酒吧餐馆他们必须要向民众提供有盖子的饮料杯，也就是说你要喝烈酒喝啤酒以后你可以要求酒店那个酒吧提供有盖子的酒杯，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让别人随便的下药
所以这个法规的话7月1号开始如果你是经营酒吧有酒牌的人士的话有 ABC 执照的，你必须还在这个酒吧里边的话挂出牌子，让客人有这个选择，并且的话酒吧还不单止要这个具备配备有盖子的酒杯给客人之外，你还必须要提供这个防止性侵的化验的这个 testing kit 在里边的话化验这个确定一下子里边的酒有没有被下药，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这个酒吧可以收额外的钱，但是你必须要有这个执照，必须要这个拿到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所有在家庭里边上班的人士的话，不管是在在帮你们家里边建筑这个修理房子，这些的话都要按照工厂的安全标准里边进行也就是说，如果是他们受伤了，你必须要购买这个 Workers' Comp 来保证他们没有受伤。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对所有这个住家这个工人的话要做好这方面的这个保护措施同时要确定一下子跟自己的保险要讲定就是如果是你自己家里边要有个装修项目，最好的话要确定你的保险有足够的保险可以 cover 住，万一里边的工作人员有受伤有死亡这个部分的话，你的保险起码可以帮你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的话，你要将房子出租作为 Airbnb 短期出租给别人，但是的话，这个新的法规规定，你要修理你要要扣那个修理清理费，你必须要事先告知租客，这样子你才能够才能够收取这个清洁费。所以这部分如果是他们自己已经清理了，你不能够随便收费。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对做 Airbnb 的民众来说，一定要看好这个法规 AB 2202法规。所以的话，这部分已经通过，并且7月1号开始生效。如果你是随便收别人的费用的话，你没有告知，你是不能够收取这个清洁费用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喜欢的，然后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遇到的，就是你在网上订购了某种服务subscription， 不管是杂志也好，或者是哪种服务之后的话你给了信用卡，没想到的话，过一段时间你觉得不好用，你就不理了。没想到的话1年之后，你的信用卡发现这个网站又收你的钱，以后你要想办法取消的时候，你到了网站里面去根本看不到怎么 cancel 的。从7月1号开始，所有在网上或者是这个用哪种方法订的你就可以你要重新这个要续延的话，他必须让你告知，并且的话这些网站的话必须要提供一个方便的取消这个按钮这个部分呢 click to cancel 的话7月1号开始生效。同样的，你要自己在网上经营生意，在加州你有杂交客户的话，你要注意的话，你必须要提供一个就是 click to cancel， 不能够自动续约以后你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同意，并且这个一旦是发现之后它可以自动的它可以马上取消这种服务。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对消费者来说这个很大的方便。所以在这个如果你一旦只发现这位你的商家还不断的收你的信用卡的话，你可以引用这个法规叫 AB 2863这个法规里边呢，就是保证的话他们这个客户那个厂商不会自动收取你的信用费并且的话不能够这个自动它这个在自动renew 的时候，它让你有一个选择，可以先取消掉这个是新的法规，7月1号开始生效的。另外一方面的话，你可以看得出这是什么国民兵的 National Guard这个川普这个发动了2000名的国民兵来帮助移民局然后你可以看得出，在 Riverside 这个在过去的几天这个上个礼拜开始，在 Riverside 开始大规模的行动，而这个大规模的行动就是要配合
这个地方警察局，因为我们地方警察局的局长在 Riverside 里边的话叫 Bianco， 他要竞选加州的州长，所以在那么多的地方里边他们这个移民局、国民兵还有他们地方的警察也虽然是不能够联合执法，但是移民局收到了很多线报，大部分的话线报是来自这个警察，而且这个里边的话San Bernardino Riverside 有很多大麻厂，然后有很多都是60%到70%都是华人所经营的据我们所知，现在至少也有130多名华人。就是在大麻厂里边的话这个被逮捕的移民局已经针对大规模的从这个走线客他们来到在过去2年来到了美国但是他们从事种大麻的工作因为大部分合法的有绿卡人士都知道这种大麻有可能这个会影响绿卡这种情形的话，很多走线客他们这个都开始来从事种大麻这个行业现在目前来说有130多名华人牵涉到这个种大麻而这个被逮捕的所以因为这些走线客在过去2年来到美国，然后虽然申请庇护，虽然的话这个已经是做指纹的，但是这个因为大麻在联邦法里边的话是属于毒品，虽然加州这个已经将大麻合法化，但是移民局是按照联邦的法规进行执法的所以这些这个100多名的走线客现在的话没办法保释，并且他们面临被驱逐，因为牵涉的毒品的行为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提醒大家这个如果是你有亲友的话要做大麻，要确定一下子这个他们身份没有问题，因为的话大麻虽然有些说是有执照的，但是很多大麻厂拿的都是旱麻执照hemp 跟 marijuana 是2个不同样的，旱麻是你可以种，但是还不能够这个作为大麻这样子使用。你要这个大麻店里边的话，你必须要从州政府拿到执照还有地方政府拿的执照，并且要有化验、运送种植的人都必须要做背景调查才能够拿到的你走线客这个虽然很多人都被骗的话，就是种大麻没事，加州大麻是合法的但是的话移民局执行的是联邦法，所以这部分的话，一旦只落到移民局手上，他们这些走线客就没办法保释，就直接送往移民庭进行驱逐的程序的。所以提醒大家的话大麻千万不要碰了。好的，我们看看这个。那么减税的计划的话，所有人都是这个值得关心的。我也想的话，这个等这个参议院、众议院这2个版本这个通过之后，总统签署了，然后这个最后的定案了之后我会邀请到一位会计师朋友跟我们逐一来解读一下子这个减税案子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这个还有企业家会有哪些影响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怎么利用这个减税计划来替自己省税或者是创业这个部分的话这个我想等希望7月4号通过之后的话，我会请我的几位会计师朋友过来一起来跟大家解读的。考公民的费用也会涨，所有的申请的部分的话，这个根据移民局的这些规费里边的话，你可以看得出基本上这个从考公民申请绿卡所有这部分的话会涨4倍到10倍左右。Grace 的部分里边的话，大而美是永久性的，所以和减税这部分里边呢，以前这个减税计划是到这个2025年底就结束了。对，这次减税的这部分的话是永久性的减税。
我们看一下这闲言，他说我支持马斯克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支持川普了，川普越想感谢他，而牺牲美国人民利益的而牺牲美国人民的利益很简单，川普在被暗杀的话，整个人都升华了几乎没有个人关系，所有能为美国好的事情，他都想去做也所有不利于美国的事儿他不管后面的利益是谁了，所以这也是这个川普认为马斯克对他不谅解的地方就是这个因为马斯克的话他将他的绿能补助这部分的话，这个费用这个补助的话减掉了，所以这个部分看看。他说，马斯克会支持民主党2026年的选举，因为他反对预算完全是因为反对预算呢完全是民主党的，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看呢，当然这个部分对川普来说，这个他的预算案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反对而放弃，这个是刚才这个闲言所讲的东西是对的，他是为了整个国家利益的部分，这个 mini 说这个马斯克再回头还道歉的话也不能够接受了。Mona 讲，马斯克之所以反对的原因是担心美国的债务又增加了，美国会为此而破产。他从支持川普第一天开始就支持川普所提出的减少这个政府的开支政策但是川普认为马斯克是因为政府取消了电动车的补助而反对的这是偷换概念，这不是马克思的本意。我看到马克思在X 所发的所有帖子，马斯克特斯拉完全不需要补贴而生存，对其他厂商的补贴却很依赖。我2次投了川普，但我对川普威胁和贬低马斯克很反感这个2个字很痛心当然这部分Mona 所讲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呢说如果是没有通过这个预算案，那后果会怎么样那我相信的话，这个是马斯克没有想到的当然马斯克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他并不是这个国家的元首，政治跟商界不一样这个商界是这个成本跟这个开支怎么省钱开源节流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川普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不单止这个只要考虑的政府的开支，更要考虑的这个民众的生活，所以这个部分他必须要从中间取得个平衡。所以这个部分马斯克当然的话Vivian 所讲的也是有一定道理，一山不容两虎嘛，每个人的话我们民众选川普作为总统，并没有选马斯克作为总统所以的话这个希望大家也是了解美国的政治运作。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我们明天继续关心下次这个大而美的预算案会遇到哪一些问题，会不会能够顺利通过了。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再会。